两个人2年2次录制。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一次简单的合作，而是一场需要用时间去拆解的巧合。谭松韵和侯明昊。先说结论，再讲证据。2024年，侯明昊出现在《天赐的声音》第5季的录制现场。2026年，谭松韵登上了同一档节目的第7季舞台。中间隔着整整2年，隔着2个不同的季度，理论上这是2条永不相交的时间线。可就是这样2段本该毫无关联的录制，却被眼尖的网友翻出来放在一起对比。造型的色调、发色的选择，甚至站位的角度，都被做成了对比图，在社交平台上悄悄流传。这就是今天要深挖的问题。当2个人从未在同一个时间点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网友到底在与 quote 发现与 quote 什么？这背后究竟是巧合，还是娱乐圈 CP 经济催生出的集体幻觉？先把2个人的背景理清楚。谭松韵1990年出生，四川泸州人，15岁就以童星身份出道，一路从配角熬到了大女主。真正让全民记住她的是2020年的《以家人之名》，那个古灵精怪的李尖尖，让她拿下了白玉兰奖提名，也让与 quote 松果与 quote 这个粉丝名开始被更多人知道。侯明昊则完全是另一条成长路径。1997年出生，2014年以练习生身份出道，唱跳团体出身，后来才转型演戏。这些年他资源不算最顶级，但作品数量惊人，几乎是内娱少见的与 quote 劳模型与 quote 演员。2026年他被李冰冰的和宋传媒力捧为公司一哥，1年之内3部剧同时在播，热度肉眼可见地在往上走。这2个人年龄差7岁，出道路径完全不同，事业节奏也不在同一个频率上。直到2025年底，他们才第一次有了交集。古装奇幻剧《逍遥》，《逍遥》这部剧值得单独拿出来说。导演是拍过《狂飙》的徐纪周，谭松韵在剧里一人分饰2角，侯明昊则演一个与 quote 美强惨与 quote 的妖王红叶。开播之前，2人的路透和宣传物料就已经在网上引发讨论，甚至有网友专门给这对 CP 取了名字与 quote 烛影翩然与 quote。 有一次剧组在情人节放出的花絮里，2人在片场打面粉仗，脸上全是面粉，互动自然又有笑点，直接把 CP 粉的期待值拉满。播出之后，逍遥的热度在爱奇艺和优酷双平台都突破了8000，谭松韵和侯明昊的对手戏成了这部剧最被反复讨论的部分之一。这是第一层事实，真实存在的合作，真实产生的化学反应。但真正让这件事变得有意思的是第2层，那个跨越2年的与 quote 隔空联动与 quote。 2024年6月到7月之间，侯明昊在录制《天赐的声音》第5季期间留下了一批花絮和路透，当时和田嘉瑞、陈都灵等人同框。这些画面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毕竟他只是节目里众多帮唱嘉宾之一。时间快进到2026年，谭松韵登上了《天赐的声音》第7季的舞台，和王铮亮合唱的一首《小伴》直接唱出圈，被网友戏称为与 quote 土象火象吵架与 quote 相关话题一度霸榜热搜。就是这个时候，有网友开始往回翻旧素材，把2024年侯明昊录制现场的画面和2026年谭松韵录制现场的画面放在一起比对，造型的用色、发型的处理方式，甚至某些镜头的构图习惯都被拿出来一一对照。这些对比图开始在超话和评论区流传，配文往往是与 quote 是不是太巧了与 quote。 需要说清楚的是，这个说法目前没有任何官方或权威媒体证实，纯粹是网友自发的观察和联想。但这恰恰是他值得分析的地方，为什么2段完全独立、相隔2年，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的录制会被观众本能的关联在一起？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当2个人先有了逍遥这样真实、高强度的荧幕互动打底，观众的与 quote 磕 CP 与 quote 心里会自动延伸到过去和未来的每一个细节里，哪怕这些细节本身毫无逻辑关联。这种现象在娱乐圈其实很常见，
粉丝管这叫鱼 quote， 考古鱼 quote， 先有了情感投射，再回头去素材库里找鱼 quote， 证据鱼 quote， 找到了就当作命中注定，找不到也不影响继续相信。换句话说，与其说网友发现了什么隐藏的联系，不如说是逍遥这部剧成功的 CP 感，反过来重新解读了两段本来毫不相干的旧素材。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语 quote， 考古式追星语 quote， 到底是娱乐圈 CP 文化的可爱之处，还是一种需要警惕的过度解读？如果你也觉得这种语 quote， 巧合论语 quote 挺有意思，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从数据和事实的角度看，谭松韵和侯明昊之间目前唯一被验证过的真实存在的连接点，只有《逍遥》这一部剧以及剧组释出的那些花絮和路透。至于天赐的声音，两次相隔2年的录制，本质上只是两段独立的职业行程，被观众用语 quote， 事后诸葛亮语 quote 的方式串联了起来。这不代表这种讨论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当下内娱 CP 经济的一个典型运作逻辑，先靠作品本身的真实互动积累好感，再靠粉丝的自发考古和联想，把这份好感延伸到作品之外，形成一种持续发酵的话题热度。对于剧方和艺人团队来说，这种自来水式的讨论往往比官方营销更有说服力，也更难被复制。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这一切到底只是巧合，还是 CP 粉的一场集体想象？回到最初的问题，当两个人从未在同一个时间点、同一个地点公开出现过，网友到底在发现什么？很多人会说，他们是在拼图，在寻找蛛丝马迹，在把一张张毫无关联的照片，一句句看似普通的话，慢慢拼成一个自己想象中的故事。但如果再往深一点看，你会发现，观众真正寻找的其实从来都不是所谓的证据，他们寻找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共鸣。因为真正能够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一张同框照片，而是那些无法用数据衡量，却能被无数人同时感受到的默契。一个相似的眼神，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一次几乎同步的选择，甚至只是作品里流露出来的情感，都足以让观众相信，两个人之间或许真的存在一种特别的连接。有人说这是 CP 粉的脑补，也有人说这是观众赋予故事的第二次生命。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因为影视作品一旦走进观众心里，它就不再只属于创作者，也属于每一个认真投入情感的人。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期待，去理解人物，理解关系，也理解那些没有被镜头明确交代的留白。而逍遥最特别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他没有把所有答案都摆在观众面前，而是留下了足够大的想象空间。正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答案。有人相信缘分，有人相信默契，有人相信命运，也有人只是单纯喜欢两个人站在一起时所散发出来的氛围感。这种开放式的表达，比直接告诉观众他们是什么关系更有力量。因为真正能够留在观众心里的，从来不是一个确定的结局，而是那些让人反复讨论、反复回味，甚至多年以后依然愿意再次提起的细节。所以，当大家不断讨论那些所谓的巧合时，也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这些巧合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它们承载了无数观众共同的情感投射。大家愿意相信，并不是因为所有线索都足够严谨，而是因为这些细节让人重新相信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难以解释的默契与吸引。或许，这才是逍遥真正成功的地方。他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一种答案，却让不同立场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无论你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观众的一场浪漫想象，这份讨论本身就已经成为作品生命力的一部分。所以最后，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你。你觉得这一切究竟只是巧合？还是观众在无数细节里看见了一种连当事人都未曾说出口的默契？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我们一起聊聊。我们下期见。